是凯，今天要分享的生酮饮食食谱是低碳叉烧包。其实这次的生酮叉烧包我做过超多次，想做出广式叉烧包开裂的效果，但最后还是没做到。虽说如此，这次的生酮叉烧包还是非常好吃的，而且叉烧馅的做法比传统的简单很多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我的频道会在每周一和周四分享一款生酮、低碳、无糖的健康食谱，感兴趣的小伙伴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每次的分享哦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首先我们来做叉烧馅，把五花肉的皮去掉，因为这次不会煮很长时间，所以猪皮不去掉的话，口感会太硬不好吃。接着把它像这样切成薄片，我这块五花肉是半冷冻，带点硬度，所以很好切。接着切成小条，这里总共有130克，放1茶匙酱油，用手抓一下，让肉均匀裹上酱油，放一旁备用。然后准备其他材料，我们来切一些红洋葱，这里总共60克。因为我们不像传统叉烧的做法，会用到很多食材提味，所以这次的洋葱就用的相对比较多，比较好吃。你们可以用任何习惯的方式切碎，我是先切条，再切成小丁，大概像这样就好了。叉烧的特点就是甜，所以这里我们会用到足足20克的代糖，我用的是赤藓糖醇，然后加1/4茶匙黄原胶。同原理，先和干料混合，防止结块。接着搅拌均匀，然后我们称70克的水，作为叉烧酱的酱汁。刚刚准备好的五花肉放锅里，不需要加油，开火一直炒。我们要把肉炒透，把油逼出来，像这样还不够哦，一定要炒到很干微焦，看起来像培根那样才会好吃。差不多像这样。加入洋葱，继续炒。直到完全软烂，然后加入2汤匙酱油和刚刚称好的水，大概搅拌一下，再加入搅好的代糖和黄原胶，搅拌。再过一下下，酱汁就会变浓稠了，像这样，盛出来备用。接着我们来做生酮包子皮，杯里称100克水，再称7克磨碎的洋车前子，把水和洋车前子倒进锅里，开小火搅拌，开始变浓稠就可以离火或关火，不那么烫了可以像这样甩，把粘在锅里的也沾上来。这个食谱不能用黄原胶代替洋车前子。顺便说一下，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生酮食材的特性和用途，可以点击说明栏里的链接，免费领取这份手册哦。我们需要50克蛋白，先打2颗蛋，然后在干净的碗里称30克椰子面粉，替代方式手册里也会提到哦。30克杏仁粉，2茶匙泡打粉，10克代糖，我用的是赤藓糖醇，1/4茶匙盐巴，1个半茶匙速发酵母，除了增添风味，也可以辅助包子膨发，尽量别省略。然后搅拌均匀，把干料倒进放凉了的洋车前子面团，
再称入50克蛋白，建议称好再放进去，不然可能就会像我这样了。接着戴上手套揉面，让全部材料混合，大概成团就可以放在垫子上继续揉，更好操作。为了确保洋车签子均匀分布在面团里，我会把面团擀平，确保没有还没被揉进去的洋车签子。最后再把面团折叠，揉成团，然后平分成7份，再一个个搓圆。拿一个压扁，这个面团比较软，不适合用上次做水饺用的方法哦。再用手大概铺平，然后用擀面杖擀平整，就往不同方向在面皮中间擀，像这样。再用刮刀把皮拿上来，我的皮做的比较薄，因为想包多点馅料，小伙伴们看自己的需求做哦。放入馅料就可以包包子了。凯用尽了一切，还是包得好难看，相信你们一定可以做得比我更好的。包子包好水浴法170度烤12分钟，虽然看起来几乎解体，但薄而软的外皮，配上超级香且湿润的叉烧馅，很好吃哦。如果你喜欢这次的分享，记得为这影片点个赞。凯想着找天做一个直播，可能一起做到很简单的点心，或是聊聊天做一些 Q&A。想知道大家的想法如何，记得留言告诉我哦。那我们过几天见了，拜拜。